Hello， 大家晚安，欢迎再度来到拥抱心理啊。首先，再邀请圣峰心理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林圣峰心理师。哇，在这个专题5次的相处之后呢，今天第5次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集要来讨论被分手这个困境。对，圣峰心理师在你的经验里面，高敏感族群的人遇到被分手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反应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应该说，过程内容差不多，但是情绪张力就是差很多。差很多。那一般身边的人，我想处理方式大概就是反正就是那个人不好。对啊，蛮多人会这样子鼓励自己的朋友，或者是鼓励自己，也是。然后要不然就是说下一个更好。的确。但是这样的方式有时候很难去真的安抚到高敏感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不太是这样怎么不是这样？但也可能是这样啊。对，但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心里就会因为觉察力很强嘛，对，他就会觉察到，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很棒啊。但为什么大家都说他不好？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很好啊。那这样就会产生很多冲突。我要不要分享一下？这就是一般鼓励失恋的人要振作的方法的说法。什么原因其实不一定很适合。其实我们先跳脱一种二元对立的这种思考方式，就是好不好、对或错。我们在感情上，我们可以说它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嘛。只是说遇到了，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更安抚？但是多半的人，我们用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说对或错的时候，这对于高敏感人往往有时候是行不通的，因为就如同我刚刚说的，我还是觉得他很好啊，可是朋友都说他不好，所以呢，透过贬低对方，然后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他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微妙的。原因是因为，或是有风险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去贬低这个对方的时候啊，其实某个程度就你是在告诉你自己，当时你自己的判断是错的，或是当时你自己喜欢他的感觉是错的，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种隐性的自我批判跟自我伤害。没错，你其实会让你自己的能量更低的，所以能量会更低。对呀，因为你就会觉得自己怎么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我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他？对啊，难道我当初的喜欢是假的吗？反而还会让你怀疑人生。那种感觉很已经被甩了，还要这样怀疑自己。是咯，所以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有人就说赶快去找下一个。下一个会更好，对不对？赶快去找下一个。说真的，如果比较敏感的，我自己比较敏感的个案，他也会觉得怪怪的，因为朋友都叫他赶快去找下一个，但他觉得如果自己有一些东西没处理好，找下一个会不会又遇到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代表他是有觉知的个案，我觉得他很棒。所以其实很大一个重点是，我们找下一个的话。其实，如果前4集有听的伙伴们，你们会知道，我们如果非常的渴求的背后，就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是非常的匮乏。所以那个匮乏，我们只是找了另外一个浮木来抓取的时候那个爱也不会是有能量或品质的爱。很多时候，你虽然得到了另外一个人在你身边，可是那个情绪纠结那个情绪勒索的那种形式就又会在下一段关系里面一直不断的轮回跟产生。不过这是真的，就像圣峰心理师你之前分享的，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感觉，正好就是一种可能是孤单的感觉，对，空虚的感觉，被抛弃的感觉，是被忽略的感觉，对，或是边缘的感觉，这种感觉说真的很不舒服，真的非常痛苦。很多时候真的会想，因为这个感觉，想要真的要去抓一个实体的人对象那在这边抓住了，就会觉得其实有这种感觉比较少了。对，可是事实上，其实就像讲，有的时候。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其实还不太清楚。没错，
有的时候真的要填，只是要填那个我们想要逃避的那个感觉。所以有时候真的太痛苦的时候，当然就是找到一个对象，暂时的让我们心情比较平衡一点，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不要那么的逼迫自己这么努力上进的去学习，但是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觉察，就是它不是真的圆满的状态，在自己内在。所以有一件事情是啊，很多人会说他不爱我了，所以我也不要喜欢他，对不对？因为他很糟很烂，可是有一件事情要回到我们自己，为什么他不爱我了，我就不能喜欢他？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比方说好了，今天太阳就散发它的光与热。今天有人享受太阳的温暖，有人觉得太阳很热，不喜欢太阳。太阳会因此改变它的光与热吗？不会啊。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是你的事情的话，不管对方有没有喜欢你，你还是可以真诚的面对你自己喜欢他的这个感觉。所以又回到了有没有真诚的正视我们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了。这个很多人就会说，可是我正视我的感受，我超级喜欢他，对，可他不喜欢我啊，对，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痛苦。没错，很多事情的开始是不会有结果的，也没有在开玩笑。但是呢，很重要的是，当我如果也去否认自己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压抑了我们内在正面或是那份爱的流动。我明明就有爱，但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爱，你不觉得那过程很拉扯吗？很拉扯啊。那如果我接纳我自己是爱他的，但是我也要学习一件事情，我尊重对方，也接纳对方没有喜欢我，那至少我的爱是流动的。我的表情愣在这，是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的确，就是连对我来说都很困难。就是我感觉到我流动的时候，其实通常真的还会有其他感觉耶，我也会觉得孤单啊，没错，我也会觉得被拒绝啊。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先允许自己不要那么内爆或者是在那边拉拉扯扯。那至于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感觉，我们也再来好好的处理它啊。不然你根本就在那个纠结里面，你没有看见这些核心的问题，你就在光是在处理那个拉扯的时候，你就已经很混乱了。我每天就在拔花，真的，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然后很多无效的那个行为或者是想法，就其实没有真的让我们内在是越来越修复跟圆满的。所以我们回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第一，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允许我们自己先真诚的感受。如果你觉得对方真的很烂，那没有关系，你就是觉得对方很烂嘛，你也把那个很烂的感觉可以释放出来啊。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很爱对方，那你也允许自己就是真诚的感受你自己。那也的确啦，就是他很烂，可是搞不好他有一些地方我很喜欢啊。对啊，搞不好他虽然很渣，可是这个渣搞不好他很自由、很奔放，的确，然后不受拘束，我喜欢这个。没错，所以第一个允许自己的情绪能量的流动跟表达是第一步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步可以有没有先给一个空间，对，让这些感觉流动。是。那第二步呢？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的分手啊，他可能没有真的把他内心想说的话说完，也许啦，很多的分手是没办法表达的，但是你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让你内心没有说完的那些能量是可以释放掉的。比方说，当然你找正确的朋友讨论，你可以诉说嘛，或者是你可以写一封信，你可以写一封不会寄出去的信，你就是把你想要跟他说的什么事情，还有你心里的感受，全部都把它写在那封信里面。然后你把那封信烧掉，因为在写跟说的过程呢，你内在的那些卡住的能量，它不断的在释放，你的身心会先有一个阶段性的平衡。这边让我想到一个我年轻时候的例子哈，我年轻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真的被甩，对，然后我真的还写了一封信，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因为其实我超级想要寄给前任，我还想要走去他家投到人家信箱。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你这样真的很像跟踪狂，你不要这样，那不然我把这个信我帮你收起来。对。然后好像过了1个礼拜，然后他就说，好，我们现在来阅读这一封你写给他的信。读完之后我还记得，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给人家？感觉好卑微哦。然后还发现里面有很多错字啊。然后其实你就有其他的感觉跑出来了。的确。然后我们后来就他帮我读完这封信，所以有点像是我透过一个第三人，我听到我写的这个信从别人那边读出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諮商里面也可以做这样子的部分嘛，对，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写那一封信的自己，有的时候还真的有其他的感觉。因为当你在写的过程，你的能量已经某程度释放掉了，你内在也多了比较多的空间。当你重新看着它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开始慢慢转变。这我们会称为是后设，或者是第三视角。对。然后呢，在接下来呢，当然有些人可能陷入的比较深，他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式的。所以有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学习接纳。接纳什么呢？接纳我就是被分手了的事实。这件事情也不容易，不容易，这就已经是事实了。但是很不容易啊！有些人就还会像我们说的什么悲伤5阶段嘛，就会否认，然后愤怒、讨价还价。其实这3个阶段都是不接纳的阶段。对了，对不对？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些情绪。有些人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哦，甚至有几年哦。应该是说悲伤5阶段，很多人都会说会是要线性的进步啦。对。不过其实，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很多人其实会反复的。不过其实反复说真的也没有关系，就是很多时候是可以讨论的。对啊，我想到自己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也是就是对方不理我嘛，然后我就很痛苦。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心里想说我要说什么，然后我就自己心里说，是我决定要放掉他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好一点。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听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要去接纳，你就是被抛弃了。”那这句话是非常血淋淋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不愿意去承认那个感觉的存在。我还在那边讲说，是我不喜欢你，怎么会是你不喜欢我？对。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去走过那个历程，我们去经历过、穿越过那个情绪的时候啊，那个后面的心理的成长跟那个视角啊，就开始打开了。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愿意去经历我们内在产生的那股情绪的能量。当我们没有去经历它的时候，它就会卡在我们很深的里面。而这个卡住呢，它就会在我们未来生命里面不时的会跑出来，或是去吸引会有这样的人事物来到你的身边，吸引力法则嘛。所以当我们愿意给自己更多的接纳，去经历那个情绪，释放掉了之后，那我们就会回到比较平衡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心理咨商的过程中，有个案就会问说，为什么还要再去挖以前的痛苦？但是说真的，他没有真的处理好，清理伤口，那个脓在里面，你还是得要去把那个脓清理。可是在咨商室里面，我们透过一个有专业的安全的空间协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这的确很重要。其实我会想搞不好有些听众会觉得说我不相信吸引力法则，不过的确也其实我们要说的其实是很多时候那个我们一些很抗拒的一些感觉，它真的很不舒服，也真的很痛苦。可是你把它，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精神分析的一个概念，是你把它藏起来，也很有趣。它可能会透过不同的方式，跑出来，搞不好是你身体的症状，对，或者是
失眠，或者是就是肩颈酸痛、偏头痛，是很多的部分它其实还是会冒出来的，所以去接纳这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并且去学习靠近它。对，我觉得就像生物心理师讲的，你穿越过去之后，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搞不好它没有这么恐怖，或者是你比较习惯，你知道这个感觉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新做一个事情，我们会很紧张。的确。那我们其实就是也会觉得说，那我们要多练习。越练习的，在每一次练习的过程里面，当然那种紧张或者是我不会、我很烂的那个想法、感觉，其实都会在。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慢慢的也比较可以装得下。或者是知道怎么这个感觉，至少对你来说不会像原来那么巨大，它搞不好会慢慢缩小。是，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来到了怎么样去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回来这件事情，因为的确是受伤了嘛。那我们也许在过往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真的学到怎么照顾我们自己，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学习对自己更好。那很多时候我会谈到一件事情，叫做对于自己的慈悲心呐。因为如果你看见你的好朋友深陷在这个痛苦里面，你会不会舍不得他？你会不会想要做一些对他好的事情？可是往往有些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意识到要照顾自己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让自己烂掉，或是让自己很痛苦，陷入那个纠结。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慈悲的感觉对待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对自己同理，对自己照顾，然后我们勉强的带着自己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事情。透过这样的学习的历程，我们慢慢的也学会自我照顾这个过程。也许在这个过往的经验里面，你的成长过程里面并没有好好的被照顾，所以你没有真的学到怎么照顾自己。可是在每一次的，也不要每一次很衰呢，每一次在有出现失恋的状态下，其实就是我们最好学习的时刻。这个倒是，而且我很喜欢慈悲这个词。因为一开始其实我很常跟我觉得爱自己，很多人其实会有的时候很抗拒，他觉得自己很糟嘛，爱不下去。可是你换一个词你说慈悲就是或关心，就是没有这么好像要强烈先去爱那个很烂的人，但是慈悲是一种关怀嘛。对，其实我觉得蛮多在那个时候很讨厌自己的人，其实会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因为我可以，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去关心他。的确，生物心理师其实之前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啊，不管是谈论情绪或者是谈论高敏感族群，这些影片，你同样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 上面你都可以搜到的。其实生物心理师都是从一个非常温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慈悲的角度，其实来让各位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照顾自己。我觉得也不是只有高敏感人而是其实每一个人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在一个人生的困境上面可以有一些翻转。非常的谢谢生活心理师这5集，透过5个我们当然是高敏感人，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在生命里面会遇到的一些困境，跟我们分享可以怎么把这个困境，然后透过更认识跟觉察自己，然后翻转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我们之后会再请生风心理师来讲更多其他的主题，照顾自己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如果你有对高敏感族群的好奇，或者是有其他想听生风心理师分享的主题，你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后续可以再做准备。那这个月的专题就到这边咯，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